程振宇终于回到了双重地下城，这里是曾经让他陷入绝望的地方，也是给予他强大力量的地方。今天这里所有的一切秘密，程振宇都会亲手去揭开。时间回到程振宇前往神庙前，如今距离神庙的开放时间也已经进入了倒计时。程振宇已经为此做好了万全准备。妈妈看住即将出门的程振宇，询问到自己这一次可以放心吗？程振宇欣然一笑，放心吧，我只是去赴个约。很快程振宇就来到了那 C 级传送口的地方，然而现场却已经有猎人协会的人在那边了。他从猎人学会管理人员口中得知，这个传送口已经出现3天了，并且已经有攻略小队进去了。他顿感不妙，必须立即终止行动。攻略小队现在很危险，如果不立刻终止的话，他们都会死。说完这话，便立即进入地下城中，表示自己会将攻略小队带出来。果然，攻略小队如今已经来到了神殿门口，但他们却始终打不开大门。这时，程振宇的声音打断了他们：“那是个陷阱，你们现在很危险，你们赶快出去吧。之后的事就交给我来处理。”程振宇接着走到大门前，但这次跟之前不一样，果然没有钥匙，根本就进不去。随着程振宇将钥匙放进去，那扇古老的大门终于被打开。攻略小队见状，表示这地下城的攻略许可是他们花钱买来的，他们是不会放弃离开的。程振宇听后一脸严肃：“那我就不拦你们了，想进去的人就进去吧。”队长听后便率先往房间里走去，然而下一秒巨大的石像就向他发起了攻击，所幸程振宇及时将他给拉了回来，并表示里面全都是那样的家伙，你们还有人要进去吗？听好了，现在立刻到外面去，然后联系猎人协会，就说这里出现了双重地下城。随后程振宇就独自一个人进去了神殿，接着大门轰隆一声猛地关闭了起来，四周的蓝火也自行的点燃。程振宇回到了一切开始的地方，曾经那些令他陷入绝望的石像和那块刻住神的法则的石碑，但如今他能感知到，那些石像既不是魔兽，也不是什么生命体，只不过是某人的傀儡罢了。房间里只有一个拥有魔力的家伙。程振宇缓缓地走到石牌面前：“还不说话吗？那我就慢慢撬开你的嘴。”原来那看起来最不起眼的6翼天使才是这地下城真正的最终首领。6翼天使眼看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，脸上突然露出一抹邪魅的笑容：“程振宇，你终于来了。”只见他猛然起身，手中的碑文也被他一把捏碎。程振宇见状表示，原来这石板可以随便打碎，看来上面刻的法则也没什么意义。当然有意义，不过现在已经不重要了。是你把我叫进来的吗？你究竟是什么人？6翼天使听后咧嘴一笑：“你的问题问错了，你不应该问我是谁，而是该问问你自己是谁。”说完便双手一拍：“现在是最后的测试时间，如果测试结束你还能站在这里，那他就将真相告诉程振宇，就当作送给程振宇的奖励。”顷刻间，神庙内的石像都向着程振宇的方向走去。程振宇见状，刚想召唤影子大军，然而却被6翼天使一记响指打断了。这样可不行，我要测试的对象只有你，至于你的那些手下，我一点也不好奇。接住，程振宇就收到了系统提示：禁止使用职业专用技能，禁止使用商店的任何道具，禁止使用任何的奖励来恢复状态，并且在最后的测试结束前不能离开测试场。这点程振宇是真的没能想到，自己准备的王牌瞬间就都无用武之地了。但系统并没有说不能用物品清单，那程振宇就用自身的力量来突破他们。程振宇眼看长枪向他袭来，他一把就抓住了长枪，直接一掌就打断了长枪，并且蓄力将长枪往石像的头颅砸去。接着程振宇猛然一跃，补上了一脚，直接就将枪兵的脑袋给爆了。然而身边的巨斧兵也向程振宇发起了攻击，程振宇立刻召唤短剑，直接就将巨斧给劈成了2半。接着空中快速的翻身往巨斧兵的头颅落下，狠狠地将短剑插进了他的脑袋，不给程振宇休息的机会。另一个石像立即朝他射出了一根冷箭，程振宇精准地将弓箭砍成2半，并且一个回旋踢就将折断的弓箭给踢了回去，直接就贯穿了石像的脑袋。6翼天使在看到程振宇的表现后，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以区区的人类之躯竟然能够坚持到现在，看来成长得不错嘛。不过距离测试结束还早呢。接着巨大的那尊神像也终于动了起来，随着巨大神像加入战局，6翼天使也露出一抹邪笑。好了，现在是敬拜神的世界，顷刻之间石像都不断地向程振宇发起攻击。然而最麻烦的是，巨大神像正在后方，并且眼中正在凝聚红光。程振宇见来不及闪躲了，立即发动支配者之手，将石像们都拉到自己的面前，替他挡下了巨大神像的雷射。而此刻他也受到系统的提示，支配者之手提升至终极形态，进化成支配者之全能。程振宇也意识到这雷射实在是太危险了，就算他如今已经是 S 级猎人了，也没办法正面硬抗刚才的那一击。果然还是要优先将那尊神像解决。他立即释放极速技能往神像冲过去。神像见状立即抬起那巨大的脚，往程振宇的方向狠狠地踩下去，一脚就将地面踩得4分5裂。随后脸上更是露出了得意的笑容，他认定程振宇肯定承受不了这一击。然而下一秒，程振宇的身影就再次出来，程振宇快速地往神像的头颅冲去，
神像见状，立即再次凝聚起镭射。程振宇此刻也想到了办法靠近他，那就是在使用极速技能时，释放支配着全能，将自己的速度更进一步加速。果然，程振宇一下就被拉到了神像的肩膀，成功躲过了神像眼中射出的镭射。来到神像肩膀的程振宇立即释放了技能乱刀，他随后就被眼前的一幕惊到：恶魔王的短剑能划破所有东西，可如今居然只给神像留下了几道划痕。程振宇当即再次冲了上去，既然用剑刺不穿你，那我就用拳头将你打碎。程振宇瞄准了脸上最深的那道裂口，将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自己的手臂上，狠狠地砸在了神像的脸上。六仪天使见状只是邪魅一笑，没想到你竟然这么对待我的野心之作。程振宇不断地挥舞住自己的拳头，好好尝尝我这103级的拳头吧。很快，神像的面部就被程振宇给彻底击碎，不受控制地朝住地面倒下去。程振宇此刻也落到了石像之中，石像们立即再次向程振宇发起攻击。程振宇张开手掌对准他们，支配着全能再次发动，顷刻间石像们就被巨大的引力狠狠地压在地面，直接就被挤爆了身躯。程振宇看住周围的石像碎片，看来经过今天这一战，自己又变强了不少。然而六翼天使此刻再次开口道：真不错。程振宇目光冰冷地盯着六翼天使，你要遵守约定，告诉我真相。然而六翼天使听后却再次笑了起来，测试可还没有结束，这里不是还剩下我吗？我就是你最后的测试。下一秒，程振宇就收到了系统提示，颁发紧急任务，如果10分钟内不能干掉敌人，宿主的心脏将会停止跳动。程振宇不可置信看住他，你到底是谁？六翼天使邪魅地笑了起来，我应该说过这个问题很愚蠢，既然你那么想知道，我就告诉你，我就是系统的设计者。这个回答你满意吗？另一边，在传送口的外面，吴科长在收到攻略小队的消息后，他也召集了协会里7名高级猎人，打算前来协助程振宇。然而，就当他靠近传送口的瞬间，一股极为可怕的魔力波动向他袭来，他立即让手下跟周围的各大工会求援，并且向在附近的崔中人和车海印发出紧急求助信息。他实在无法想象程振宇究竟在跟什么怪物战斗。回到程振宇这边，只见设计者身后的6只羽翼，下一秒居然幻化成6只手臂，瞬间就来到程振宇的面前。3只手臂狠狠地砸在了程振宇的身上，直接把程振宇轰飞了出去。程振宇的身形不受控制地往墙上砸去，然而设计者根本不给他喘气的机会，设计者的拳头就再次出现在他的面前。程振宇勉强躲过之后，设计者的拳头就再次袭来，程振宇只能不断地进行防守。设计者见状再次笑了起来，你真是出乎我的意料，你正在突破我的设计。设计者的拳头狠狠地砸在程振宇的脸上，程振宇也立即还了他一拳，两人的拳头砸在彼此的脸上，都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过去。设计者兴奋地表示，没想到我竟然会在与人类的打斗中感觉到乐趣，自己根本没有想过，自己漫长的人生中居然会有一个人类成为我的对手。程振宇看住设计者陷入沉思，这家伙让自己升到101级之后来到这里，就说明他很有信心打败101级的自己，但如今他就要失算了。自己还有一大堆问题想要问设计者，为什么要设计这个系统？为什么要选我作为玩家？还有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什么？设计者听后再次冲向了程振宇，你想知道答案吗？难道你是觉得如果杀掉我就听不到答案了吗？程振宇此刻也发动支配着全能技能，他意识到近身战对他来说非常不利，因此打算先跟设计者来开距离。设计者见状反手就也释放了支配着全能技能，别做梦了，你以为离得远一点就能逃过一劫吗？程振宇没能想到设计者竟然能使用和他相同的技能，那么自己远距离攻击就没有任何意义了。设计者这时开口表示，不论自己是死还是活，你能得到的答案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我设计了这一切的开始。程振宇接着询问，为什么你能够设计这一切，还有是怎么将力量给他的？设计者听后开始将之前识相的武器都聚集到了自己的手上，并表示他没有选择程振宇，相反是程振宇自己做出的选择，他只是设计和运行了这个玩家养成系统，而自己的设计是完美的。程振宇看住系统面板的倒计时越来越少，如今他也只能跟设计者硬碰硬了。设计者此刻也挥舞着武器，不断地往程振宇的方向砍去，程振宇只能不断地闪躲。然而不知道为什么，他突然感知到自己的身体变得更敏锐了，就好像是觉醒了什么力量，他终于能跟上设计者的动作了。设计者在看到程振宇不仅能躲开他的攻击，并且还能够反击，表情逐渐开始狰狞起来。然而程振宇此刻居然一个反手就成功切断了设计者的一条手臂。设计者不可置信地看住眼前的一幕，他竟然给自己这具假躯壳带来了伤害。可是下一秒他就如同理解了一切一般，原来如此，这就是选择你的理由吗？虽然只是窃取了一小部分的力量。设计者愤怒地向住程振宇发出了怒吼，区区一个人类竟敢是杀神明。下一秒那些原本已经倒下的石像居然都再次重组并且站了起来。程振宇眼看时间所剩不多了，他再次发动支配着全能，狠狠地再次把石像击飞，自己则快速地冲向设计者。
他不停地躲避石像挥向自己的拳头。他成功地来到了射击者的面前，挥出短剑，成功再次斩断了他的手臂。然而射击者也将他击飞了出去。然而出现在他面前的却是一个拿着护盾的石像。程振宇一下就想了起来，这就是当时断了他一条腿的石像。他愤怒地狠狠地就击碎了他的脑袋。接住，程振宇再次靠近射击者，成功再次把他的手臂砍断了，并且将短剑架在了射击者的脖子上。射击者这时终于开口表示我输了，测试结束。随后抬起手指向程振宇，一切的答案就在你的身体里。接着系统弹窗再次出现在他面前，射击者再次露出一抹坏笑。知道真相的选择权就掌握在你自己手中。程振宇犹豫了片刻，他最终还是选择了接受。他也即将唤起记忆中的数据，就当他按下接受的瞬间，他就被带到了一个陌生的战场。只见地上全都是各式各样的魔兽。程振宇不可思议看住这一切，这里居然聚集了这么多的魔兽。然而他们死刻都抬头看住天空。程振宇好奇的也转过头去，只见天空中出现了无数的传送口。程振宇看住眼前紫色的天空和那成千上万头的魔兽，难道这里不是地球吗？如果这些魔兽一旦跑到地球，那么人类将会毫无胜算。然而下一秒，天空却突然破碎，一片片羽毛便从破碎的空间中掉落。随后无数的银色士兵就来到战场，魔兽们则联合起来跟他们展开战斗。银色士兵十分的强大，现场也从原本的叫喊声很快就变成了哀嚎的声音。就当魔兽大军即将全军覆没时，以破竹之势碾压魔兽的银色士兵们却突然全都停下了手中的动作。只见远方传来了一股熟悉的声音，站起来。程振宇在看到这一幕顿时愣住，这是自己最熟悉的君王领域技能以及影子提取技能。那么眼前那一位一定就是初代暗影君王。他率领的魔兽们再次展开反击，死亡再也不是魔兽们的终点，他们的血液被染成了暗红色，并被赋予了新的力量。并且初代暗影君王率领的影子大军的数量之多，自己根本就没办法跟他对比。暗影军团银色士兵不断的战斗，打斗声响彻云霄。原本应该以单方面虐杀结束的战斗，都因为一个人的登场而扭转了战局。暗影君王骑住战马，不断斩杀身边的银色士兵，而他的影子士兵也不断被破坏，但靠着不断重生，他们就这样反复跟银色士兵纠缠在一起。君王所经之处，仿佛是被飓风席卷过一般。这是魔兽们的胜利，也是暗影君王的胜利。就当程振宇接受记忆传承的时候，崔中人等人已经来到了卡特农神庙。他们一进来就感知到极大的魔力波动，然而推开大门的一瞬间，眼前满是战斗过后的残垣断壁，这顿时惊呆了众人。然而一道声音打断了他们：我好像没有邀请过人类，又是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情。猎人小队难以置信地看住眼前的魔兽，这次他们第一次遇到会说话的魔兽。射击者接着对住众人做了个嘘声的动作，安静一点，不要打扰道王的休息。他们这才发现程振宇居然站在那里一动不动。这时射击者率先发起了攻击，他迅速的就将猎人小队解决，并表示强大的人类作为献给王的第一个祭品还算是不错。下一秒巨型神像就已经恢复了战力，并且眼睛再次凝聚起雷射。射击者学妹的笑了起来，在我的傀儡全部倒下之后，还能活着的人，我将赐予你们见证王之诞生的荣耀。说完，巨型神像便发射出雷射攻击他们。崔中人见状立刻让众人躲开，并且立即释放出火焰砸向巨型神像的眼睛，让众人趁巨型神像失去视线时赶紧攻击其他的石像。吴科长一拳狠狠地就砸在石像的脸上，然而石像却丝毫没有受到任何伤害。看来他们这些家伙的物理防御非常高。崔中人立刻释放一个火焰魔法朝石像砸去，不料石像却依旧毫发无伤。这下麻烦了，这些家伙连魔法抗性也如此高，并且其他猎人的手段更是没有效果。崔中人也意识到，如今唯一的想要活下去的办法，只有将程振宇给叫醒。他看住一动不动的程振宇，难道他是被催眠了吗？于是他立即发射一个火球攻击程振宇，想要乘机将他给唤醒。然而这时射击者却突然冲到程振宇面前，将火焰魔法给挡了下来，并且愤怒地朝崔中人冲了过去，竟然敢打扰王的休息。眼看射击者的攻击即将命中时，所幸吴科长带人冲了过来，将射击者撞飞。他们负责牵制射击者，让车海印趁机去叫醒程振宇。然而此刻的程振宇依旧还在接受记忆。天空突然出现2道传送口，里面走出了2支强大军队，其中一支是恶魔城中的各大家族，另外一个则是一只巨大的白狼，身后则是他率领的野兽军队。他们直接挡在了暗影君王的面前，并且对暗影军团发起了进攻。恶魔族和野兽大军疯狂地虐杀住影子士兵。程振宇无法理解究竟发生什么事。如果说这是场魔兽与银色士兵之间的战斗的话，那他们之间并没有交战的理由，他们本应该是同属一个阵营才对。如今这种情况只能是内讧。最终这场战争终于落下了帷幕，暗影君王成为了这场战争的胜利者。他看住眼前倒下的恶魔首领，原本今天就能结束跟那群家伙的战斗，为什么要背叛我？然而恶魔首领听后露出狰狞的笑容，真是可惜了，本来有机会干掉你的。
暗影君王再次询问背叛他的理由，然而他们之间对话的内容却突然变得模糊起来。暗影君王愤怒地一把掐住恶魔首领的脖子，手掌微微一紧，咔嚓一声，便将恶魔首领给解决了。然而程振宇看住恶魔首领的眼神，却感觉到极为的熟悉。随着暗影君王松开了手，恶魔首领的尸体顿时跪倒在地。随后暗影君王摘下了对方的面具，没想到面具之下的那张脸，居然是恶魔王巴兰。程振宇难以置信地看住眼前的一幕，然而他此刻却变成了暗影君王，从观战者变成了主角。看住自己满是鲜血的双手，并且感觉一股暖流从胸口传开，他将手伸过去摸了一下，这才发现自己竟然长出了第二颗心脏。他回头看去，只见天空再次出现了无数的银色士兵降临战场。然而他的记忆传输也到此刻就中断了。另一边企图唤醒程振宇的车海印也被设计者给拦截了下来。设计者一脸坏笑地看住车海印，你这家伙有点意思，来吧，继续突破我的设计。车海印当即释放剑舞技能砍向设计者，然而他的进攻根本无法给设计者造成伤害，并且还被设计者轻松的反杀。设计者提起剑指向众人，还是败在了我的设计之下。你们这些无趣的人类，我的设计能够预测各种结果并做出对策，就你们这点小心思根本不可能破坏它。然而崔中人此刻并没有打算放弃，他立即释放火球砸在了设计者的脸上。车海印则乘机再次冲向程振宇，设计者也立即跟上，一手就准备将车海印抓住，然而却被车海印给躲开了。设计者一脸好奇地盯着车海印，这时他才发现车海印的身上居然有影子士兵，但由于房间的规则，所以才无法现身。没想到王竟然在这个人类身边安排了影子士兵。设计者询问车海印跟王是什么关系，车海印坚定地回答道：朋友。设计者在听到这个回复后，难道不是王的意识？那好吧，我就给你这个机会。今天最伟大的君王之一将降临于世，我给你这个光荣的机会，亲眼见证这一切。不过除你之外的其他人类都得死在这里。然而下一秒，一道声音打断了他：谁给你的权利？原来是程振宇终于醒来了。程振宇一拳就狠狠地砸在设计者的脸上，他严厉地质问设计者，到底对他的身体做了些什么？设计者惊恐地看住程振宇，原来你不是王。既然不是王，那你为什么会在那里？为什么有了黑色心脏的你，居然还能保有自我意识？程振宇望住胸口不断散发着魔力的心脏，他也收到了系统的提示，玩家已满足了恶魔猎人称号的解锁条件，解锁被恶魔王巴兰消除的记忆，魔力值增加10万。程振宇看住设计者惊慌的样子，他能确定黑色心脏不是出自这家伙的手笔，并且黑色心脏原本并不是用来帮助自己的，记忆中的数据并没有给他答案，他现在仍然对一切一无所知。程振宇冷冷地质问设计者，你说你反对选我作为玩家，玩家究竟是什么？听到这话的设计者瞳孔巨震，接着就大喊起来，暗影君王，你竟然背叛我们，你以为其他君王会袖手旁观吗？程振宇看情绪越来越激动的设计者，他召唤出自己的短剑，集体对准着设计者的脑袋，再次警告设计者回答他的问题。这时设计者却突然大笑起来，这就是出乎意料的地方吗？我好像知道为什么会选择你了。下一秒，四周的石像就全部都动了起来。设计者威胁到程振宇，如果你把我杀了，就没人能够阻止这些石像了。就算这样，你也要杀我吗？然而程振宇只是冷冷地盯住他，如果我杀了你之后，再把这些石像也给宰了呢？设计者见威胁不起作用，连忙表示如果杀了身为系统设计者的他。然而说到这里，程振宇就打断了他。程振宇的嘴角就露出了一抹邪笑，那么我就会变回弱小的一级猎人吗？这点我早就已经想过了，就算系统的设计者消失了，已经形成的系统也是不会消失的。设计者顿感不妙，他决定要强制登出程振宇作为玩家的资格。然而出现在他眼前的是程振宇身后无数的弹窗，上面赫然写着系统拦截了系统管理员的访问。程振宇冷冷地开口表示，是啊，我也有过一次这样的想法，系统既然能利用我，那我也可以利用系统最终摧毁这个系统，因为我不管怎么看，你的设计似乎都漏洞百出。设计者愤怒地大喊了起来，然而程振宇也挥舞出短剑，乱刀将设计者砍成了碎片。设计者在临死之前将手不甘地指向程振宇，我预言当撑起天地的火柱升起时，避无可避的死亡将会找上你。程振宇听后冷冷地瞥了设计者一眼，那我拭目以待。最终在消灭完设计者后，猎人协会的众人也互相搀扶着走出了传送口。传送口外的猎人们看到这一幕后，脸上都浮现出了难以置信的神情，竟然连 S 级猎人都变成了那副模样。这个 C 级传送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恐怖的事情，并且还牺牲了20多名顶级猎人？程振宇看住满地的尸体，心里不由陷入了自责。他让猎人小队去汇报双重地下城，没想到猎人协会真的会来帮忙，眼下还造成了那么多人的伤亡。这时吴科长询问起程振宇，他是怎么知道这里有双重地下城的？程振宇只能解释，是地下城召唤他前来的。吴科长虽然有些难以置信，但如今已经出现伤亡者了，相信程振宇并不会随意开这种玩笑。这时车海一也走到程振宇身边，
询问程振宇的身体情况如何。程振宇表示他没事，只是有点累。然而下一秒他就在众人面前倒了下去。